找着自由的模型，听 C 哥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。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厂的翻模的基地限定 HDUC 特洛巴。这个玩意儿呢，万代定价是2000日元，但属于基地限定，目前的现货价格在160多块钱。老实说，真的很不值，零件很少。然后目前有2个厂子是翻模的这个东西，一个是不知道这个是啥名字的新厂，我买的时候是24块钱，另外一个是蒙闪，不过还没有出货。对比之下，蒙闪是多了补色贴纸、水贴还有支架，这些是这个新厂没有的。今天先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一款新厂的 HDUC 特洛巴。盒子是非常简单的牛皮纸盒，但是比较厚实，可以当别的包装盒用。说明书只有1页翻正面，拼装流程是很少的。套件里边还有一个棕色的铜线，还有一张金属贴，缺少了万代的铝箔贴纸。翻模的这个玩意儿呢，一共是4块板件，比万代是多了1块。透明罩的零件做的还可以，比较通透。我这个目前没有太明显的瑕疵。比万代多的板件就是这个驾驶员的零件，万代是没有的。驾驶员的细节还好，不过零件会有一点油，边缘的合模线也会比较明显。黄色零件整体看上去会比较干净，零件本身没有什么细节，表面处理其实还可以，塑胶飞边我是没看到什么太明显的。最后2块板件也是相同的素质表现，但是刻线会粗一些，边缘也会有点肉。这里再补充一下，有朋友和我反馈说这一款模型零件里边是有杂质的，这里我也是细看了一下才看到，黄色板件内部确实是有白色条纹状的东西，像白毛一样，细看的话面积确实不少，但是吧，因为是白色，所以不是特别明显，但是这个瑕疵是肯定有的。本款模型定位是小型作业用 MS， 比较出名的场面就是巴纳吉驾驶这个，就像奥德利，也算是 TV 剧情里边巴纳吉驾驶的第1台 MS， 德奥兽就成后来者了。套件内容物包括特洛巴的主体和驾驶员，还有支架连接件，以及这2个我不知道是用来干啥的连接件，看说明书我也没看懂。驾驶员的胳膊以及头部都有轻微的可动，屁股后面也是有孔位，能正好插在座椅上固定。不过细节嘛就不是太行了，腿部和手臂的细节会有些糊。其实本款模型的定位是没有比例的，虽然隶属于 HDUC 系列，但也不是1:144。参考之前万代的这个1:144的小人，这个托洛巴那得做得多小啊！想到了万代曾经还有一条产品线 UCHE 系列，有一款1:35比例的河西战机，里边的小人尺寸和这个会有一些相似，所以本款模型真要较真的话，姑且比例应该也是1:35左右。然后我又突发奇想，这个小人如果把腿给它拉直了的尺寸大概是4.5厘米。如果按照这个驾驶员是1.8米的尺寸进行对比的话，那么设比例系数是 x， 然后是4.5除以180等于1比 x， 然后 x 等于1除以4.5除以180等于1乘以180除以4.5等于40。那么按照这个数给它算出来，那么这一款模型的比例大概是1:40，也接近1:35，差不太多。驾驶舱的防护罩可以打开，内部驾驶舱的细节刻画还可以，不过主屏幕刻线稍微会有些模糊。周围的按钮和操作杆也是可以简单的补色，增加整体的质感。另外，驾驶员的手臂也正好可以放在握把的位置进行驾驶。本款模型提供的金属贴也用在了这2个后视镜的部分，因为是金属贴，所以反光效果要比普通贴纸稍微好上一点。不过像万代原本的这种探照灯的位置也是提供了补色贴纸，本款模型就只能自己补色了。但老实讲，这种地方又凹又凸的贴纸也不方便，但是阉割了还是让人不舒服。胯部是球形关节的设计，并且这个零件带有1点上下的可动，整体的可动性也算是比较一般，不过也够用。但是球形关节活动到一定角度容易松脱。脚掌部分也是球形关节，也能提供一点点的活动角度。支架连接件直接插在裆部就可以了，但是不太好拆。肩部也是球形关节连接，正常360度旋转没有问题，平台角度相对来说会小一些，不过肩部关节也还有一段单独可动，最大平台角度就是当前的水准。手肘部分为90度可动，手肘这个部分我记得好像是液压杆的设计，所以也可以拉出来，但是没有固定位点，所以拉拽的时候需要注意，或者大胆一点，这毕竟是巴纳吉驾驶过的基地，加上手臂这里还有线缆连接，直接做成线控扶油爪。爪子部分也可以进行正常的活动，加上握持紧实度也可以，所以握持一些基础武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手肘关节可能不太行，这个地方是个卡扣，需要加固。如果特洛巴用马格南开一枪，这个特洛巴会怎么样？虽然会炸，但如果这个透明罩是精神力感应框架呢？以上就是本款模型的全部内容了，剩下的部分就是学员建议。本款模型的大块零件都非常紧，不扩孔的话纯靠蛮力，反正我是挺费劲没按进去。需要解决的方案也非常简单，对于卡损都比较大，直接像我这样在卡损给它来一刀就行了，而且这样的话也会更加的方便。
说明书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日文说明的部分都加了一个不重要，好家伙！那么进入正文，透明罩上方的孔位需要扣扣，安装好之后，把这个透明罩放在这个圆环里边，需要好好调整一下，比较费劲。整个透明罩的根部都需要按进去，并且要对齐。头顶的黄色零件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，主体左右盒、裆部下端这个3个黄色零件都是需要进行扣扣。后视镜的部分需要胶水加固，腿部左右盒以及手臂左右盒都是需要进行扣扣。肩部这2个前后盒的零件需要针对上方卡榫给它加固一下。最后就是驾驶员的部分，建议先把胸部前后2个零件给它拼上一点点，留点缝，把手臂斜着给它插进去，再进行扣实会好一些。这小破玩意儿没多少东西，小问题还不少。虽然我很想说这个玩意儿对比万代有性价比，但是蒙闪目前的定价10几块钱，有贴纸、有水贴、有支架。如果质量不算差的话，那么这个不知名翻模的特罗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简单总结一下，本身板件存在一些杂质，不过杂质颜色是白色，不太看得出来。细叶刻线算是翻模里边还可以的一个，整体的组合都拼紧，需要修件和胶水处理。整体的关节紧实度还可以，至于可玩性，就得看各位的脑洞了。等蒙闪的出来，尝尝咸淡，到时候就知道应该买谁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，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